春天那个寒夜。事发的当天，村子里欢天喜地的，公社里的电影放映船又靠泊在王家庄的石码头了。这是王莲芳双开除之后村里的第一场电影，村子里荡漾着一股按耐不住的喜庆。有电影看，玉秀蛮开心的。王莲芳被双开除了，在这个问题上，玉秀和玉米反倒不一样。玉米看起来也是无所谓的样子，但是那是做出来的，放在脸上的，给人家看的。真正不往心里去的反而是玉秀。玉秀漂亮，一个人的漂亮那可是谁也开除不了的。所以电影开映之后，玉秀去看了，玉米却没有。当然，玉秀到底是一个聪明的姑娘，该收敛的地方还是收敛一些了。这一次看电影，玉秀就没有去抢中间的座位。以往村子里放电影，最好的座位都是玉秀他们家的，谁也不好意思和他们家抢。如果打狗都不看主人，那就不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了。玉秀带着玉叶没有钻到人群里去，而是站在了外围人群的最后一排。玉叶个子小，看不见。王才广的媳妇倒不是势利眼，还是蛮客气的，招手叫他们过去，客客气气的让出了座位，把玉叶拉上了板凳。才广家的几年之前做过王莲芳的姘头，事发之后，才广家的还喝了一回农药，跳了一回河，披头散发的，影响很不好。好在这件事也过去好几年了。玉秀站在才广家的身边，一心一意看电影了。天有些冷，夜里的风直往脖子里灌。玉秀操着手，脖子都缩到衣领子里面去了。电影过半的时候，玉秀本想去解一回小便，但是风太大了，银幕都弓起来了，电影里的人物通通弓起了背脊，一个个都像罗锅子。玉秀想了想，还是憋住了，回家再说吧。风寒脖子短，天冷小便长，这句话真是不假呢。美国的轰炸机飞过来了，他们在鸭绿江的上空投放炸弹，炸弹带着哨声，听上去像哄孩子们小便。鸭绿江的江水被炸成了一根一根的水柱子，总攻就要开始了。电影越来越好看了。玉秀突然被人在身后用手蒙住了眼睛，这是乡下人最常见的玩笑了。电影这样好看，要是换了以往，玉秀早就把他的祖宗八代骂出来了。这一次玉秀反而没有，玉秀笑着说：“死人，鬼爪子冷不冷？”但是玉秀很快发现那双手过于用力，不像是玩笑了。玉秀有点不高兴，刚想大声说话，嘴巴却让稻草堵上了。玉秀被拽了出去，一下子伸过来许多手，那些手把玉秀架了起来，双脚都腾空了，脚步声很急很乱。玉秀开始挣扎，玉秀的挣扎是全力以赴的，却又是默无声息的。电影里的枪炮声越来越远了，玉秀被摁在了稻草垛上，眼睛也裹紧了，裤子被扒了开来，玉秀的下身一下子袒露在夜风中，突然一个机灵，玉秀再也没有料到自己在扒光了之后居然会撒尿。稻草垛的四周寂静下来，只有混乱而又粗重的喘息。玉秀能听得见，玉秀的脑袋已经空了，可还是知道爱脸，想憋没憋住。玉秀甚至都听见自己撒尿的哨声了。玉秀尿完了，四周突然又混乱了。一个女人压低了声音，厉声说：“不要乱，一个一个的，一个一个的。”玉秀听出来了，有点像才广家的，只是不能确定。虽说还是个姑娘家，玉秀已经透彻地觉察到下身的危险性了，紧紧夹住了双腿。四只大手却把玉秀的大腿分开了，
摁在那儿，一根硬邦邦的东西顶在了玉秀的大腿上，一股脑塞进了玉秀。烂稻草一样的玉秀，最后是被玉米搀回家的。同时被玉米搀回家的还有玉叶。玉叶到底还小，哭了几声，说了几声疼，擦洗干净了也就睡了。玉秀却不同，17岁的人了，懂了。玉秀被玉米搂在怀里，一夜都没有合眼。玉秀不停地流泪，到了下半夜，玉秀的眼睛全都哭肿了，几乎睁不开。玉米一直陪着玉秀，替玉秀擦泪，陪玉秀流泪，10几年从没有这样亲过，都相依为命了。第二天，玉秀躺了一整天，不吃不喝，一个又一个的噩梦。玉米端着碗，端过来又撤下去，撤下去又端上来，玉秀一口都没有沾边。第4天的上午，玉秀终于把她的嘴唇张开了，嘴唇上起了一圈白色的痂。玉米一手碗一手勺，一口一口的慢慢的喂。吃完了1小碗糯米粥，玉秀望着她的大姐，突然伸出双臂，一把箍住了玉米的腰，不动。玉秀的双臂是那样的无力，反而箍得特别的死，像尸体的拳头，掰都掰不开。玉米没有掰，而是用指头一点一点捋玉秀的头发，捋完了又梳好了，开始替玉秀编她的2条长辫子了。玉米命令玉央端过一盆洗脸水给玉秀洗了，拉起玉秀的手说：“起来，跟我出去。”声音不算大，但是充满着做姐姐的威严。玉秀散光的双眼笼罩着她的大姐，只是摇头。玉米说：“就这么躲着，你要躲到哪一天？我们家的人怕过谁？”